最近，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从湖南传来：湘西州最小的县城古丈县，狠起来连自己人都砍，一刀砍掉了92%的机构。这不是开玩笑，而是实打实的数据。咱们先看看这个县有多迷你。官方数据显示，古丈县总人口才14.3万人，2023年 GDP 只有可怜的35亿元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？北京朝阳区一个街道办的 GDP 可能都比它高，而它的地方财政收入更是惨不忍睹，只有2.36亿元。然而，就是这么一个小县城，在编人员却一度高达6000人。简单算一下，这意味着每100个老百姓里面就有将近4个人是吃财政饭的。这些人的工资从哪里来？当然是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来养活。但现在好了，2024年初，古丈县一声令下，把机构从33个砍到23个，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更是从271个直接腰斩到21个。大家算算这个减少比例，整整砍掉了92%。这些机构里的领导职位也跟着消失，产业园区的领导职数直接减少了 83.3%。不过，古丈县只是个开始。根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，全国2075个县域单位中，人口不到20万的小县有400多个，其中10万人以下的县更是多达206个。更让人吃惊的是，人口不到5万的袖珍县居然有90个。这些小县城的共同特点是什么？人越跑越少，但机构却越设越多。就像一个人越来越瘦，但却穿着特别肥大的衣服一样可笑。数据显示，像山西福山县这样的地方，人口不到10万，在编人员却高达5900人，光是发工资一年就要花掉4.6亿。而当地一年的财政收入才多少？可怜巴巴的1.3亿元。这不是赔本买卖吗？你可能会问，那这些人的工资从哪里来？答案很简单，靠发达地区输血。但现在问题来了，经济形势不好，发达地区自己都揭不开锅了，哪还有余粮给你？更别提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这么大，地方债务问题又这么严重。所以，不管这些小县想不想改，现在都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。就像一个人吃饭，以前靠借钱吃饭，现在借不到钱了，不节食还能怎么办？这不，中央编办主任就透露，已经有97个人口小县完成了机构改革。陕西太白县把32个机构砍到25个，山西楼烦县更是狠，把3000多个事业编制直接砍到341个，减少了 88.6%。这波操作看得人直咂舌，但说实话，这还只是开始。毕竟全国那么多人口小县，那么多机构臃肿的地方，这一轮改革注定会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席卷全国。最近，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则招聘公告在网上炸开了锅。公告显示，他们要招50名博士，但岗位类型赫然写着一个新名词——员额制。简单来说，这就是把传统的铁饭碗变成了纸饭碗。以前的事业编制是跟着人走的，就像你买了一套房子，房产证上写的是你的名字，这房子就是你的。但这个员额制不一样，它是对岗不对人，就像租房子一样，你要是不交房租，完不成考核指标，房东随时可以把你赶出去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个员额制的工资福利跟事业编是一样的，但有一个巨大的区别，你永远处在试用期，每年都要被考核，考核不过关就得卷铺盖走人。这不就是变相的把铁饭碗变成纸饭碗了吗？而且更狠的是，这50个岗位一个传统编制都不给，这在编制的大本营高校系统里简直就是一场革命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高校要这么做？第一个原因很简单，钱不够了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
根据教育部的数据，2023年全国高校教师工资支出达到了惊人的7800亿元。而现在很多高校的财政拨款都在减少，像某些省属高校，财政拨款连教职工的基本工资都快保障不了。再说第二个原因，生源在减少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158万人，创历史新高。但是人口出生率却连续7年下降，2023年的新生人口仅900万出头。大家想想，18年后这900万人要上大学，现有的那么多大学谁来读？所以高校也不傻，与其等到最后被迫裁员，不如现在就开始未雨绸缪。用员额制代替传统编制，就是在为将来可能的关停并转做准备。这个趋势已经开始在全国蔓延了。河南在2020年就提出要在高校试点员额制，广东在2021年也发文支持这个改革。但其实最狠的是深圳南方科技大学，它从建校开始就实行全员聘任制，10年下来不但没垮，反而在2022年还入选了双一流高校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高校不给铁饭碗，质量反而更好。这不就打了那些抱着铁饭碗混日子的人的脸吗？但更让人震惊的是，就在前几天，江苏淮安1天之内注销了4家事业单位和11所学校，安徽某地也跟着注销了3所学校。这些被注销的还只是中小学层面。要知道，1所学校的注销意味着多少个铁饭碗被砸了。有专家预测，到2025年，全国至少有30%的高校面临转型或关停的压力。按照目前全国2700多所高校来算，就是说至少有800所高校要变天。这些学校里的教职工以后该何去何从？更可怕的是，这还只是开始。2024年民办本科的招生困境已经显现，很多2、3本院校的报考人数锐减。像东北某高校，今年招生计划填报人数比去年少了40%。所以说，高校现在推行员额制，与其说是改革，不如说是在自救。它就像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，震中就在高校系统，以后的余震会有多大，谁也说不清。清华大学最近发布了一个重磅文件，明确提出要实行教师退出机制。虽然表面上只涉及思政课教师，但是大家都懂，这就是一个信号弹。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，天津理工大学在2024年2月直接放了一颗大炸弹，所有教师都要接受考核，教学和科研能力双弱的教师必须让位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就算你已经是在编教师，也随时可能被扫地出门。其实早在2008年，华南理工大学就开始玩末尾淘汰那一套，连续2个学期排在末尾5%的教师，不好意思，请去喝茶。这些教师不是被停课，就是被迫转岗。你说这不是把铁饭碗变成了玻璃碗吗？但更狠的还在后面。现在这股风潮已经吹到了中小学，北京丰台区、天津西青区、浙江宁波、贵州贵阳、山东平阴县这些地方都开始试点教师退出机制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那些觉得当老师稳如泰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咱们来看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。以吉林省为例，1999年高校扩招时，全省大学生只有 13.96 万人，到2020年暴增到 72.70 万人，增长了整整4倍多。但与此同时，小学生数量却从 260.38 万暴跌到 118.75 万，跌去了1半多。小学教师人数也从 15.2 万降到了 8.8 万。这还不是最可怕的。根据教育部的数据，2023年全国有将近300万名教师在编制内。但是根据人口预测，
到2035年，中国学龄人口将减少约1亿人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300万教师中，至少有1/3，也就是100万人将面临失业风险。去年夏天，上海搞了一次教师大考核，表面上是测试专业素质，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在为大裁员做准备。就像企业裁员前先进行绩效考核一样，这不过是个体面的台阶罢了。有意思的是，现在很多高校对教师的考核标准已经完全变味了。教学好不好不重要，能不能发论文，这才是关键。有的高校甚至明确规定，3年发不出一篇核心期刊论文的，直接转岗。一位985高校的青年教师透露，现在的高校哪里还是学校，简直就是论文工厂。我们这些老师就是流水线上的工人，每天被 KPI 压得喘不过气。有个数据特别扎心，某省一所重点中学，2023年有15名教师主动离职，其中有8个是特级教师。为什么走的都是好教师？因为能力强的人永远不缺机会，留下来的反而是那些不会来事的。更可怕的是什么？有专家预测，到2030年，全国至少要裁掉50万教师岗位，这还是保守估计。如果把那些民办学校、培训机构算进去，失业的教师可能超过100万。这些数字背后是多少个家庭的生计，又有多少人的梦想将被打碎？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，在人口急剧下降的当下，教育行业注定要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地震。